俄军开始围歼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主力。西方国家发现，俄军开始采用新的战术了。俄军是否准备打持久战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创。近日，俄罗斯军队已经加速从基辅附近撤军，同时加强了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攻势。不久前，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的乌久姆市。就俄罗斯军队的进一步发展而言，这座城市具有战略重要性。西方的情报分析员称，俄罗斯军队正在前方建立防线，甚至恢复俄乌通往克里米亚的铁路。俄罗斯的工兵部队正试图修建和沟通在已经控制了乌克兰地区与俄罗斯本土的铁路交通，准备在这里建造一个坚固耐用、补给密集的桥头堡，以便为大规模的进攻提供相应的后勤保障。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分析，与此同时，乌军的反攻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约翰·斯宾塞说，由于乌军主力都被封锁在城区，几乎没有大规模反攻的力量。乌军在有些地方恢复了一些失地，主要是俄罗斯军队主动后撤的原因，而俄罗斯正在乌东的重要地点建立防御阵地，使用围攻战术来打击乌克兰城内的乌军部队。那么这么玩下去，乌军将很快因为后勤补给问题而失去抵抗能力。那么俄罗斯军队到底在乌克兰会采取什么样的新战术呢？很可能是围城战和持久战。俄军等于经过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闪击战，但是这个闪击战可以说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第二阶段是以城市攻坚战为主，围困战为辅，但是在多个大城市未能获得优势。第3个阶段就是现在所采取的以围困战为主，同时展开攻坚战的持久作战行动。其主要特点就是让战争长期化。俄军刚开始进攻乌克兰的时候，对乌军的抵抗意志估计不足，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线拖得比较长，后勤补给相对比较困难，这也是闪击战最终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现在俄军不但调整了战略重点，主要围攻在顿巴斯地区的乌军，而且开始通过修建坚固的补给桥头堡，甚至修建铁路，使之能够直通俄罗斯境内，这将极大的解决俄军后勤补给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乌军原本就没有大兵团机动作战能力，那么现在又被围困在城区，每消耗1天，实力就会下降一些，最终将会出现弹尽粮绝的问题。亚速营已经快断粮了，弹药也极度缺乏，这就是俄军围困战略的一个后果。这种战术可以极大的避免俄军的伤亡。由于乌克兰城市是苏联时期建设的，当时设计师们就曾经考虑过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的需求，因此许多工厂和建筑都是堡垒化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俄军现在开始改变进攻策略。那么这个进攻策略一改变，就很可能会使战争的时间拉得比较长，甚至有可能超过俄罗斯红场阅兵的时间，那就是5月9号。这么玩下去，虽然时间拖得相对比较长，但是俄罗斯在军事层面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胜利。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效果也将很难体现出来，因为其军事补给很难通过第聂伯河送达乌东地区的乌军精锐主力的手上。只要乌军主力被围歼，或者因为缺少补给而溃散，那么俄罗斯就会在军事上获得一些大胜。而一旦乌东的战局得以平息，俄军就有可能实施其第4阶段的作战任务，那就是围困基辅。只有最终实现这一对基辅的彻底围困，泽连斯基政府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做出重大让步。俄乌战事在乌东打得再激烈，也很难让双方达成和平协议。这一次俄军也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是必须在更长的时间内承受西方国家的残酷制裁。不过普京在反制西方制裁方面也玩了一些新花样，比如
让欧洲只能使用卢布购买天然气，这恐怕是俄罗斯选择持久战的底气所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